胃那好，人就健康，命就好，许你一个好未来。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克服胃弱的方法。很多人啊会有这样子，觉得胃堵，有一种好像一掐生了哈，恶心想吐。这是下面问题呢，有3种不良的习惯会让胃酸分泌过多，让你的消化力和吸收力出状况。严重一点的还会发生便秘、胃炎、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等等，好烦的问题。第一种习惯，饿过头或暴饮暴食。如果你的先生或太太是做业务的，或是在公司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啊，为了拼业绩，为了养家、缴房贷、存小孩的学费，常常就会3餐不定时，不是饿过头嘛，就是暴饮暴食，结果呢，消化不良，时间一久就容易胃发炎或者是胃溃疡。安利米汤哦，最好是调整到定时定量。这下该怎么办呢？教你2个穴位，你太太或先生回家后就帮他按一按啊。什么穴呢？第一个内关穴，第2个中管穴，这样按了马上就不痛了。来跟大家谈一下内关穴。内关穴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呢？它能够干些什么呢？这个穴啊，它其实是对应到胃跟心脏，就是胃、心脏这一块区域，它都管到的，能够消除胀气，能够止打嗝、胃痛。那这个穴道它的位置是在手腕啊，当你把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腕横纹中心，在2个筋的中间，在手腕横纹这里，然后呢，从这里往上3个指头的长度，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它对应到的是胃跟心脏，能够消除胀气等等啊，能够养胃。那么有人问我，胡医师啊，我吃饱了以后啊，恶心想吐，消化不良，胸闷心悸，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其实都可以按这一个穴，只要是这一块区域的问题都行。除此之外，这个穴位还要注意，就是用长时间的大力的这样子一直压按的话，它会有催吐的作用。可是呢，你轻轻压按一下也可以止吐，但是用力多了久了，那就会催吐。再来讲一个穴道，叫做中管穴。中管这个管字啊，很多人会念成碗啊，它是一个肉字边一个完成的啊，这个完字，这个字呢念管，就是胃管的意思。我们这个胃啊，从上面食道下来，经过贲门，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胃，然后胃再经过幽门就到12指肠去。这一段呢，我们都称之为管，就是胃管。中管穴就是对应到胃的。中管穴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从肚脐往上4寸，中医常常讲的叫同身寸。例如说，我们手指头啊，手指头大拇指从指尖到第一个关节，这个长度叫做1寸。还有呢，就是用手啊，在男左女右把这个中指这样卷曲起来，在中指这个地方的这个横纹，它的长度叫做1寸，所以几寸就用这个方式去测试就好了。中管穴呢，它是对应到胃的，它能够改善消化、吸收不良，还有呢就是胃痛啊、胃寒啊。你知道常常吃寒冷的东西，或者说在这个冷气间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的人，都容易所谓的胃寒，那么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压按一下。第2个习惯，压力一大、紧张、焦虑就没有食欲了。胃痛是常见的都市病，像是护士啊、客运司机啊、计程车司机啊，或者送货员啊等等。那么他们的工作有时间上的这种限制，或者是急迫性，处在高压的、情绪紧张的、焦虑的，往往那个饭啊只扒了2口啊，又要开始工作了，就也没有胃口，然后就一定要赶紧去工作，赶紧去做。这种不是很正常的吃的话呢，就容易胃闷痛或者是拉肚子啊等等，非常辛苦啊。如果你跟这一类职业的人相处的时候，尽量多一点体谅啊，彼此感谢，缓解对方的压力。前几天啊，我们随波啊，他到银行去办事，当时呢，这个去银行办事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事情呢没办完，所以呢，银行就约着他在
在这个银行已经下班，已经把银行门都拉下来的时候，还请他进去，赶紧把那个事情给处理完毕啊。那有一位银行小姐呢，她非常好心的教他怎么样处理，怎么办，怎么弄。所以我回来分享给我，她说这个服务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实在是很感谢。所以呢，第二天他就亲自做了个蛋糕送去给那一位服务的小姐。那位小姐收到蛋糕的时候好开心哦，你知道吗？服务业都是很辛苦的，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去这个其他办事的时候都送个蛋糕，对不对？但是呢，送上一个微笑，我想应该是很容易的吧？是不是？养胃的小运动，人人都可以做的，动一动脚趾头，放松身心。脚的大拇指是脾经跟肝经，第二个小指呢是胃经，第四只脚趾呢是胆经。小指是膀胱经，脚底下呢是肾经。你动动脚趾呢，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动的时候多半都是第一个指头跟第二个指头动的最多，因此呢，脾、肝、胃都给动到了。你不管怎么样，坐着或站着都可以。双脚放平，然后紧贴地面。站的时候呢，两脚呢跟肩同样的宽度啊，与肩同宽。不管是开车的问讲啦，或者是司机啦，或者当护士的，你可以在空档的时候做一做这个小动作。你可以站着，你可以坐着，坐着就这样子，将脚趾就连续抓地，这样抓地，放松，抓地。放松，这样做大约做个21次，对脚上面的所有经络都能够形成松紧交替的刺激，每天可以重复很多次哦。上班族经常熬夜，睡不好，把扣打快速的用完了，就会让身体的胃阴显示余额不足了。古人说，浓睡是养阴之法。如果一个人经常睡不好，就容易暗耗阴液，常会觉得胃隐隐作痛，或者是闷闷胀胀的，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不舒服，就好像有个气球或一个大石头堵在胃里头，可是摸上去呢又没有任何东西，常常不想吃东西或者吃得少。还是奉劝大家尽量的早睡早起，不要熬夜，精神好，专注力又高，工作效率也会提高。来做一个养阴大米粥，好睡又养胃。例如利用周末啦，利用任何的这个放假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熬大米粥，一般30分钟就煮熟了。但是我们不是要这样子，要煮烂，要熬1个钟头以上啊。然后呢，再喝这个米汤上面的米油，这个米油能够起到很好的养阴效果。让很多的中药处方都会用米来作为中药处方里面的一部分，例如麦门冬汤啦、竹叶黄芪汤啦、竹叶石膏汤啦、白虎汤啦等等等等，都是用米啊。用那个米干嘛？就是养阴养胃。你可以在周末放假的时候熬煮1锅大米粥，全家大大小小每个人都来1碗，功效媲美人参汤，这实在是又便宜又健康的好事。那美眉们，你学到这么好的撇步，我请你赶紧把它 line 给你的亲朋好友，尤其是这方面有困扰的长辈们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益胃汤。益胃汤这个处方很简单，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中药处方，其实它也是食物处方啊。它用沙参、石斛、麦冬、玉竹、冰糖各15公克。这里头的玉竹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女佣人，她逃出去了，这员外呢就派人到处去找她，但是没想到根本找不着。有一天，突然的有一个仆人在山上走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女仆人，就回去报告了员外，员外就派人要去抓她，可是抓不到，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女佣人竟然的可以像我们现在电影里头看到的练轻功的那种人一样，啪啪啪就跳，一下就跳到树上，一下跑得非常的快，让他们根本就追不到。后来抓到这个女佣人的时候，就问她：“你为什么可以跑得这么快？”这个女佣人呢，她就说：“我在这个地里面呢，我实在是饿得慌，没得东西吃，只有这个地方呢有这样子的植物，我就把它挖出来吃。后来呢，人就称这个叫做玉竹，它可以使人轻身健体，能够健步如飞。”好了，我们来看沙参、石斛、玉竹、麦冬这几个东西呢，它们都是润的，而且呢，它都可以治胃的毛病。不但可以治胃的毛病，你知道吗？在临床上啊，这几个东西竟然能够使得血
糖变好。所以这个汤不只是固胃，而且还可以对糖尿病有效哦。记得冰糖的量你把它减少一点就是。当然我们在吃中药的时候，这个冰糖是没有的啊。那其他这几个东西都是润的，可以润什么呢？我们所谓的润燥，就是胃里头有燥啊、有火呀，它都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吃。假如你是吃素的朋友，有这几个食材可以食用，例如小米呀、蜂蜜呀、山药啊、栗子啊。如果你随意什么都可以吃的人，那么你可以煮一碗姜桂猪肚汤，保护你的胃。猪肚就是猪的胃，姜桂猪肚汤它能够改善消化不良、没有胃口，还有胃下垂、胃痛、胀气，甚至于造成了胃溃疡。煮一碗这个姜桂猪肚汤来吃就好。你知道猪肚很难煮烂，而且呢，你把整个猪肚一放到这个水里头去煮的话呢，那猪肚就会被煮的就缩成一团，用台湾话讲是就揪起来了啊，变成一小块了。所以这样子的猪肚不好吃啊。怎么做呢？那么我以后也许找个机会请我太太秀给大家看好了。准备一个猪肚啊，加入生姜15公克，肉桂3公克，然后一起熬煮来吃。那个姜它的作用是可以缓解恶心想吐。例如说我们讲现在想吐的时候，有一个中药的处方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它就是小半夏汤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姜，然后加上半夏呢，这样子就可以止吐，再加上一点茯苓，不但可以止吐，还可以利水，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你现在的姜放多一点在这个猪肚汤里头，它对肠胃迟缓引起的这种呕吐啊、排便稀糖啊、消化能力差呀，都能够改善。做儿子、做女儿的人啊，你知道吗？大部分都是因为是年轻人嘛，所以不一定会煮这个猪肚。偶尔的你嘛，一再给你老母按塞那一节跟你妈妈撒个娇说请妈妈帮我煮一煮这个姜桂猪肚汤。这样子老年人觉得我有事情做，我的这个孩子也需要我耶，这样子老娘会觉得蛮窝心的，你知道吧？好，煮猪肚一定要煮久一点才会软 Q 才会好吃啊！各位忙碌的下班族，那你就请你妈妈帮忙，妈妈看到儿子女儿这个开心的吃自己煮的汤，嘿，成就感可以破表。善待你的肠胃，身强体健，享受美食，人生多美好。今天的内容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谢谢大家，拜拜。